西游记里的72变和36变，哪个更厉害呢？单从变化之数上看，大家肯定都认为是72变厉害，毕竟72变是无限之变。可是也有说法认为36变其实才是最强的，原因有二：一是36变指的是天罡之数，72变则是地煞之数。天罡自然比地煞要厉害，比如《水浒传》里面的梁山108将，分为36天罡星和72地煞星，而天罡的战力普遍高于地煞。第二，36变里都是一些大神通，里面包含移星换斗、补天育日、翻江倒海、起死回生等等，这些都是大罗天仙专修的法术。反观72变的内容，都是一些小道术，什么借风、保雨、做火、入水分身等，这些变化普通凡人也可以修炼，所以36变比72变厉害多了。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呢？其实我们在《西游记》原著中是能够找到答案的。西游原著第2回，孙悟空漂洋过海到方寸山拜师菩提老祖，为了帮助孙悟空躲避三灾厉害，菩提老祖便向他介绍起了三灾躲避之法，即地煞72变和天罡36变。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，分为2种，一种是36般变化，一种是72般变化。菩提老祖问孙悟空想学哪一种，孙悟空表示多多益善，直接勾选了72变。师傅，弟子愿学多的，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。好。菩提老祖听后也没有向孙悟空比较这2个变化之术的优劣，就直接教给他了72变。这就说明了一点，就是36变和72变其实是不分伯仲的2种高级法术，或者说他们各有千秋，否则菩提祖师何必让孙悟空挑选，直接传授他更强的那种变式。至于36变和72变中所包含的内容，源于另外2本书，一本是明代神魔小说，叫做《三岁平妖传》，另一本则是清代的历代神仙通鉴。这2本小说有提到36变较于72变属于大神通，但《西游记》里是没有这样去设计的。在《西游记》的神魔体系中，天罡36变和地煞72变只是用来计数的一种名称，根本没有说天罡要优于地煞。不过这2项变化有一个共同的作用，就是可以躲避三灾，以此实现永生的愿望。另外在小说中，我们还能找到他们各自的优缺点。先说36变，《西游记》原著第67回，师徒4人抵达七绝山西市桐口，不料前方道路堵塞且恶臭难闻，于是唐僧对猪八戒说：“你若有本事拱开一条道路，让我骑着马过山，就记你个头功。”当时猪八戒回答道：“老猪本来有36般变化，若说变轻巧华丽飞腾之物，委实不能；若说变山变树、变石块、变土墩、变赖象柯猪、水牛、骆驼，真个全会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让它变化天上飞的物种，比如小鸟、蝴蝶、蜻蜓等，猪八戒就变不好；但要是变那些大而笨重的东西，就是手到擒来。这就是36变的优缺点，擅长变大，不善于变小。而这个小，不光指那些有生命的轻巧动物，还有人类中的小女孩。通天和陈家庄灵胆大王要吃童男童女这一回，孙悟空让猪八戒变成一个童女，他都变不好，强行变完后只改变了模样，大肚子却无法掩盖，最后还是孙悟空吹了口仙气，他才把身体恢复了正常。那么72变的优缺点呢？72变的优点是飞禽走兽、花木器皿都能变，但变人物时只能变模样，身子却变不过来。比如孙悟空身上的毫毛，即使用变化术也无法变过来，还有他的尾巴和猴屁股不能变。当初孙悟空大闹天宫与二郎神斗法时，就出现了一段非常尴尬的场面。当时他变成了一座土地庙，所有建筑特征处理的都非常好，唯独留下一条猴尾巴无处躲藏，最后只好在身后竖起了一只旗杆，结果被杨戬一眼识破。而按照猪八戒所说，36变之法变化庞大之物是比较好变的，就是说如果使用36变变土地庙，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由此可见，36变和72变其实是各有千秋，单从法术质量上来看，不存在优劣之分。这里也许有人会说，既然如此，为何猪八戒在变化术上斗不过孙悟空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孙悟空的基础战力远高于猪八戒。要知道研习成效和自身天资是挂钩的，同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出的效果完全不一样，有的人可以读上清华北大，有的人却只能去上普通技校。同样是学变化之术，孙悟空比猪八戒厉害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当然了，72变从变化之术上来说，还是要强于36变的。这里引用猪八戒曾说过的一句话：猴哥有72般变化，就有72条性命。